公司连续10年拒绝给我涨工资，今年更是全体员工普涨，唯独把我一人晾在一边。我气得直接推开老板办公室大门，质问他凭啥这么多年不给我加薪，岂料老板却是连头都懒得抬。采购经理倒贴钱都有人抢着干，你怎么还敢要求涨薪的？听到这话，我直接一巴掌拍在老板面前，谁爱干谁干。甩下这句话，我扭头就走，还没等我走回工位，就看见行政部张强与我擦肩而过，溜进了老板办公室。也就过了1小时，人事部直接群发邮件，为了防范风险，采购经理任期不得超5年，即日起采购部新源跟行政部张强互换岗位。这时张强凑了过来，新源，老板让咱俩交接一下工作，你看看啥时候方便。其实我早打听到了，这小子私下找过老板好几回，每次都拍着胸脯保证零底薪上岗，工作绝对能干得比我漂亮，明摆着告诉老板他要靠回扣捞钱，偏偏老板根本不在乎，在他眼里坐这位置的都不干净。张强不要工资刚好能省下一笔开销。回过神，我朝张强摆了摆手，采购部事情有些杂，我还得理一理，免得中间出岔子。话没说完就被他一把打断。新源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走吧？拿着钱去买东西的差事还能出啥错？说完就丢过来一个满脸嘲讽的眼神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现在就办。随后我和他交代了现在的采购流程以及公司的核心供应商，但张强却搁那儿左耳进右耳出，根本没用心。于是为了避免日后出事背锅，我从抽屉拿了份交接清单递给他。张强，你要是觉得没问题就签个字，我立马收拾铺盖去行政部。张强闻言眼睛一亮，连看都没怎么看，直接就拿笔在上面签字，然后转身回去收拾东西了。而我也随便清了清东西，就端着纸箱去行政部报到了。刚到行政部没几天，产品经理就跑来朝我大吐苦水。张强上任采购经理，相当于上了天，竟然把咱们主打产品的供应商全给换了。其实这破事我早听说了，前几天老供应商就找我哭过惨，说张强逼着他们降价2成，还要再单独抽1成回扣，不然直接断单，逼得人家老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对此我也只能两手一摊，眼睁睁看着张强把单子全给掐了，转头去找了一堆手工作坊供应商，但价格确实是砍下来了。于是我转身宽慰产品经理，成本下来了，市场竞争力肯定更强，也算是件好事。产品经理闻言苦笑一声，可这破玩意儿质量不行啊！找老板反馈，老板居然说能凑合用就行，毕竟省了10%的钱。说完，叹着气走出了我办公室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幸亏没溅我一身血。结果这口气还没喘匀，前台菲菲就凑了过来。新源，采购部那边放风说张强要把物业换回以前那家。听到这话，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当初张强不知从哪个垃圾堆翻出个奇葩物业，没干半年就闹出保安殴打客户、保洁乱偷东西的烂事。老板知道后火冒三丈，直接把大权丢给采购部。我这才千挑万选找了家业内顶流。但最要命的是，物业归采购选，却归我们行政管。张强要是把这帮活祖宗请回来，出事了擦屁股的绝对是我们。想到这，我猛地起身想去找张强理论，脑子里却闪过产品经理刚才那张苦瓜脸。于是我转身交代菲菲，咱们只管盯死考评标准，你多盯着点，有啥幺蛾子随时跟我通气。没过多久，物流老李也跑来跟我诉苦，说货代也被换了。人事部张静也跟着吐槽，以前的猎头和劳务派遣全给大换血了。对张强，我真是大写的服气。这才几周啊，他几乎把公司能换的底裤都给扒了，估计下一步就该换老板了。就这样到了月底会议，张强在上面出尽了风头，老板也当众狠狠表扬他，随后冲着全场高管喊话，都要跟张强好好学学，人家刚到采购部就重新洗牌供应商，今年少说能给公司省下来500万。此言一出，全场立马掌声雷动，张强也紧跟着发表获奖感言，但话里话外都在内涵公司老油条尸位素餐，只顾自己捞钱吸公司的血，说着眼神还有意无意的往我飘。随后我就听见张静跟老李在旁边嘀咕，一年省500万啊，这油水可真肥。新源这几年怕是捞麻了。老李闻言赶紧使眼色提醒我在旁边，张静立马闭嘴。对此我也只能装聋作哑，毕竟谁让我是前任采购经理呢。随后会议在张强的自夸中结束了，而老板由于省了钱，也是心情大好，直接大手一挥请客聚餐。饭局上大伙推杯换盏，气氛嗨到爆，当然全场视线的焦点全在张强身上。酒过3巡后，老板借着酒劲凑到我跟前，新源，你这几年混得挺滋润啊。我听着语调心里直犯恶心，然后直接怼了回去，老板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那新源，你可别怪我说话难听，7年没给你涨工资，你都赖着不走，这点死工资你根本看不上吧？听完这话，我当场暴怒。10年来我为公司累死累活，
绝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黑钱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张强来了1个月就省下500万，去年这500万都被狗吃了吗？说完，重重拍了2下我的肩膀，发出2声冷笑，就转身走人。我刚想张嘴喷他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现在就是磨破嘴皮子也是白搭。老板眼里只有那省下的500万，我说再多也不过是分赃不均的借口。于是我也直接甩脸回家。估计我这一走，这帮人八卦袁半义更加肆无忌惮。顺带一提，袁半义这个外号是张强造谣我吃回扣的辉煌战绩，说我每年捞他500-600万，10年刚好狂搂半个小目标。又过了3个多月，这天产品经理火急火燎冲进我办公室大骂：张强这孙子也太黑了，张嘴就找供应商要了1套房。这话瞬间点燃了我的八卦魂，我赶紧催他细说。张强逼着供应商老板大出血，而那老板也是个顶级狠人，直接用张强的名字在城里搞了套房，不过只掏了20万首付，还拿张强名义背了80万贷款，每月2万月供，死死捏住张强，业务不断就一直替他还房贷，敢断业务就让他自己喝西北风去。听到这话我一脸震惊，全他妈是狠人啊！这房贷直接把张强和供应商捆绑一起了，果然砸钱才是建立生死同盟的最强必杀技。但这下却把产品经理架在火上烤了。他之前去厂里溜达了一圈，发现新供应商简直是个草台班子，质检体系碎成一地渣，工人素质更是辣眼睛，竟然明目张胆在机器旁边抽烟。更要命的是，只要产品质量爆雷，头一个拉出来祭天的绝对是产品经理。我明显感觉到他一聊起新供应商的质量，脸上的愁云都能滴出水来。这次我可一点都笑不出来，鬼知道这火会不会烧到我头上。这家供应商送房子，下一家送车子，再下一家干脆送妹子。张强这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逍遥自在，比起我这个所谓的袁半义，他可太懂怎么玩了。而我以为最先倒霉的是产品经理，谁成想居然是人事经理。这天一大早，市场总监阴沉着脸把张强、张静还有我们几个经理全叫进了老板办公室。原来是欧洲客户突然杀到工厂做现场审计，张强找的那家劳务派遣居然跟个野鸡职校校长串通一气，把学生骗进工厂当廉价劳动力，还美其名曰实习。最离谱的是，学生还得倒贴200块实习费。客户现场审查刚好撞见这帮学生，审计员当场怀疑工厂违法雇佣童工，随便拽了几个员工一盘问，职高里还真有没满16岁的。更要命的是，干活还不给钱。审计员知道后当场暴怒，并且当晚一封邮件从欧洲砸了过来，上面写着全面暂停合作，勒令销售总监给出交代。童工加压榨，直接踩断了国际贸易红线，说的好听叫暂停合作，其实跟封杀没啥两样。审计员走前还撂下狠话，要把报告同步给当地政府，甚至整个欧洲同行。销售总监气得浑身发抖，这可是我们手里数一数二的大客户，扛着咱们30%以上的海外订单。销售总监黑着脸冲张强和张静咆哮：老子明早的航班飞欧洲，跑去当孙子跟人家赔罪，你们俩现在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强闻言立刻撇清关系：吴总，员工资质和公司发放归人事部管，这事儿我哪知道啊？张静一听瞬间就傻了。张强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吧？我们可是按月结清劳付费的，实习生的身份核查我也催过你好几次了，难道不是让你去盯的吗？张静，审核员工身份是你们人事的死规定，你把关不严可是白纸黑字的事实吧？张静刚想反驳，老板直接黑着脸打断：行了，赶紧想辙怎么稳住客户。销售总监吴总也跟着施压，赶紧拿个解决方案出来，不然损失全部由你们负责。最后折腾了几个小时，总算拿出个合理的方法出来。第一，甩锅第三方劳务派遣，说是他们私吞了学生工资。第二，解释这是突发偶发事件，刚好赶上人事部正在核实实习生身份的过渡期。随后，销售总监骂骂咧咧收拾行李，准备去欧洲当孙子。接着老板转头死死盯着张静：你这人事经理干不干得下去，就看这个客户保不保得住了。客户要是飞了，你自己卷铺盖走人。说完挥挥手把所有人赶了出去。而张静像只斗败的公鸡，再也没了开会时的嚣张劲儿。趁着人走光，他一把拽住我倒苦水：那家劳务泰坎纯粹是个天坑，还是你以前跳的那家靠谱？这下完犊子了，我估计得准备重新找工作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敷衍着安慰2句就回了行政部。产品经理也跟着我溜进办公室，他满脸愁容地说担心产品质量爆雷，甚至琢磨着要不要提桶跑路。我半开玩笑的接茬：慌啥？下一个雷劈的不一定是你。话音刚落，老板办公室就传出一阵怒吼：早他妈干嘛去了？50万运费，难不成让你来掏？外头瞬间死一般寂静，产品经理立马窜出去看戏。没一会，物流老李灰头土脸的钻了出来。老李这人虽然圆滑，但干活算靠谱，跟我交情也不错。我本想让前台菲菲去打听打听，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了。他进来后反手将门锁死，劈头盖脸就开始骂张强这孙子。我心里盘算着是运费爆仓，找老板签字被当成了出气筒。我早就叮嘱张强赶紧锁死货柜，把底价也报给他了，他偏不信邪，非要出去比价。
但胡塞正退在红海都打起来了，海运运费能不上天吗？我顺手倒了杯水递过去，先消消火，能抢到货柜就行，贵点就贵点吧。岂料老李听到一巴掌拍在桌上，要命就要命在这儿，他瞎折腾一圈，找来的报价比我的贵了1倍多。贵就贵点，能发货也行啊。结果这孙子又让我回头找原货运，按原价死磕，这么一拉扯4、5天没了。胡塞武装直接用无人机把商船给炸了，航线全改到好望岭，现在所有货地手里一个空柜都没了。在欧洲当孙子的销售总监吴总天天打电话催发货，已经拖了整整1个礼拜，再拖下去不仅要扣10%的货款，以后这生意也别想做了。最后被逼得没办法，只能咬牙走空运，100万的货，运费生生烧掉50万。期间张强还跑去跟吴总抖机灵，要不咱再扛扛，反正违约金也就10万，怎么也比50万运费划算吧。吴总当场隔着网线发飙，你他妈要是在我跟前，老子非一大耳刮子抽死你！你是想彻底把这条线做绝吗？这也怪不到我头上啊，要怪只能怪胡塞武装。我只听见吴总在电话那头疯狂飙脏话，也是实习生暴雷怪张静，运费暴涨怪胡塞武装，下回怕是能怪地球磁场异常，反正千错万错都不是他张强的错。劳务派遣那边的处理结果总算落地，将老板连带直校校长也一并抓捕，这个丑闻直接顶上了当地热搜，张静也被免职了，张强只能把我以前用的老劳务公司请了回来。欧洲客户彻底砍了订单，好在风波没继续扩大。这天产品经理又想往我里钻，被我一把拦住。第1次找我张静凉了，第2次找我老李炸了，今天又来，谁知道哪个倒霉鬼又要挨雷劈。他冲我嘿嘿一笑，凡事得往好处想，至少咱俩还在安全区。另外我这有个惊天大瓜，你吃不吃？一听有瓜，我眼睛立马亮了，赶紧把这尊大佛请进屋。还记得我跟你提过那个供应商不？当然记得，就是给张强买房的那家。没错，房价最近几个月大跳水，从100万暴跌到70万，张强那套房直接成了负资产，现在反倒欠银行10万。不过那小子倒是精得很，直接跑去找了供应商老板，死活要按100万原价把房子退回去，这样填平80万贷款的同时，自己还能白赚20万差价。那供应商老板咋接的招？还能咋接？人家又不是做慈善，辛辛苦苦干1年也挣不了。听完我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，这靠砸钱绑起来的同盟，只要钱跟不上，内部分裂那就是迟早的事。接着产品经理继续爆料，供应商老板要求也很硬核，单价涨10%，退房的事可以商量。那张强怎么回的？能怎么回？只能使出缓兵之计，毕竟每个月2万的月供还指望人家出。我真想现场观摩一下张强去跟老板提涨价1成时，老板那张精彩的脸。不过这跟我也没啥关系，我就是个后勤大管家而已。产品经理吃完瓜，露出一抹狡黠的笑。下个倒霉蛋儿，盲猜是谁？你他妈就不能判公司点好？就现在这烂摊子能好得起来吗？反正老子已经随时准备提桶跑路了。那也不至于，张静不过是免职，老李不也还在那儿硬挺？除非老板真要把张强一起祭天。聊得差不多了，眼看快下班，我俩结伴走人，但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我一个管后勤的，怎么也连累不到我头上。下一个背锅的绝对是产品经理，毕竟就张强这么瞎搞，产品质量翻车那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分别时，我看着产品经理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同情，但我没想到打脸来的猝不及防。第2天早上，我刚跨进办公室，老板就把我叫去训话，指着桌上的处分文件质问我：新源，我知道你被调岗心里有怨气，但你也不能拿公司正常运转开玩笑吧？我扫了一眼文件，消防设施未达检测标准，罚款5万，勒令即刻停产整顿。全场停产这口黑锅直接给我砸懵了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连哪根线搭错了都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张强推门走了进来。老板，新消防器材下午就能送到，派出所那边我也托了关系，明天检查一过就能复工。老板满意的点点头，接着又狠狠瞪了我一眼。要不是张经理力挽狂澜，停产这锅你背得动吗？这5万罚款直接从行政部绩效里扣，最好亲自去谢谢人家。张强冲我假笑，语气茶味十足。新源经理有情绪，我也能理解，毕竟动了钱袋子。希望以后咱们能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别为了点私人恩怨坏了公司大局。说完直接甩门走人，根本没给我解释的机会。老板也黑着脸把我轰出去闭门思过。我满脑子问号飘回办公室，立马把菲菲叫进来盘问消防的事。小姑娘委屈的直掉眼泪。和消防供应商的续约申请早提交给采购部了，可张经理死活压着不批，非让你亲自去说明用途。直到这时我才回过味儿来，这几个月行政部买啥他都得让我去汇报，买2箱 A 纸得解释怎么用的这么快，买个插排也得写800字小作文。当时我就火了，
告诉菲菲以后行政担子直接甩过去，张强他爱批不批。结果菲菲上个月就提了消防合同，对方硬是压着没动。我气得把菲菲吼了一顿，但她也只是神仙打架遭殃的凡人。随后我去找了人事，别扣我手下那帮人的钱，从我工资里分10个月扣，每月扣5000。新上来的人事经理是张强的走狗，对我笑得一脸谄媚。新任经理还是底子厚啊。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毕竟天天跟着张强混，原半亿的传说他肯定没少听。但比起被免职的张静，我好歹保住了饭碗。之后我瘫在工位上仔细复盘，张强以前就是管行政的，消防这点破事他门儿清，供应商也是他当年一手提拔的。这王八蛋肯定是跟供应商串通好来搞我。吴总那边估计也快气炸了，最近交货期烂得一塌糊涂，现在直接被拉闸停产，搞不好又得背一屁股违约金。与此同时，客户接连发了好几封正式邮件，追着我们索赔交货延误的损失。幸亏吴总跟客户交情够硬，费了老鼻子劲才把事情压成口头警告。可这么搞下去，吴总的脸面迟早也有刷爆的一天。这时产品经理贼眉鼠眼的凑过来，新源放宽心，老板也就是敲打你，这事儿算翻篇了。照这架势走下去，下一个背大锅的绝对是吴总。我心里一阵无语，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被张强收买了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几个月居然出奇的风平浪静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底线。就张强刨出来的那些破烂作坊，零件能拼到一块都算祖坟冒青烟，居然硬挺到现在都没炸雷。这也导致他在管理层例会上敢直接跳脚。不是有红眼病说我找的供应商质量不行吗？这都半年了也没见出问题啊，怕不是断了某些人的财路，急眼了吧？老板听后也坚决表明给张强撑腰，看来之前那2口大锅，老板压根没跟他计较，反而更宠信他了。不过吴总从欧洲当完孙子回来，已经连着找老板关起门来吵了好几回，死活要把张强弄走。无奈老板死死盯着那省下来的500万，铁了心要保张强。吴总气得直叹气，只能私下死抠生产和质检部门，让他们把新供应商的品控盯死，绝对不能再出岔子。同时产品经理也觉得之前想多了，甚至凑过来偷偷打听我这几年是不是真搂了半个小目标。我直接赏了他一个大白眼。以前老供应商的厂子你又不是没去验过，我可没胆子找一堆草台班子来充数，用那种三无作坊的破铜烂铁，我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。其实我多少也能懂，老板眼里利润就那么薄，抠出来的每一分都是纯赚。如今半年安然无恙，我以前坚持的底线瞬间成了个笑话。再加上我10年不涨薪还死皮赖脸不走，彻底坐实了他们眼里的铁证，我根本连句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这破事搞得我心态当场炸裂，最近天天琢磨着提桶走人，倒不是心疼那点罚款，纯粹是被这帮人的唾沫星子恶心坏了。只要在这节骨眼上递辞呈，老板绝逼认定我心虚，搂够了准备跑路。但让我不走的最大动力，是我得亲眼盯着张强这孙子什么时候爆雷。这口恶气憋在胸口，实在咽不下去。最近公司炸开了锅，到处都在传张强马上要升副总，产品经理跑来倒苦水。以后采购、物流加上产品生产，全被张强一口吞，搞成个超级大供应链。吴总被发配去管市场售后，这下产品经理那张脸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之前新供应商的破烂玩意儿，张强总让他去现场特批放行，毕竟张强跑场子全是嫩模会所一条龙，他跑过去纯粹是当牛做马加背黑锅。说到这，产品经理苦着脸哀嚎，这回真得抓紧时间投简历准备跑路了。我顺口调侃，怕啥？大不了跟我一样，每个月挨5000块的刀子。那还不至于，这任命暂时还悬在天上。据说吴总死活不松口，老板还在那儿纠结，毕竟吴总好歹是公司的二股东。随即我跟产品经理打赌，吴总这把老骨头到底能硬扛几天。产品经理闻言苦笑连连，估计快撑不住了。供应商圈子里早传得满天飞了，老板背地里绝对已经给他透了，就差一张带印章的任命书了。说完就摇着头走了。第二天大早上，我搁床上正迷糊着，老板一个夺命连环电话，勒令我马上滚进他办公室。我揉眼一看，时间才6点半。自打我发配到行政部，就跟进了冷宫的怨妇一样，所以这电话瞬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。但又转念一想，就算要我卷铺盖走人，也不至于差这吃早饭的功夫。随后我收拾收拾就前往公司了。刚进公司，就迎面扑来一股凝固的杀气，整个办公区静得落针可闻。所有部门的老大全被塞进了会议室，就连公司重金请的律师都一脸严肃地坐镇，看这架势绝对是捅破天的大篓子。老板和吴总像2尊杀神一样坐在主位，投影仪上赫然挂着一封血红的跨国索赔单。我眼球一扫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咱们的零件装机发给终端客户，刚好满半年开始疯狂报废，终端客户气疯了，直接全线停产拆机换零件，停产1天损失2000欧元，这一大笔天价赔偿全得咱公司硬扛。我心里疯狂打着算盘，半年前刚好是张强换野鸡供应商的节点上，当时这批烂货还因为海运爆仓，硬生生多烧了几万块空运费，所以这破事
绝对是张强那批零件炸了雷。不过张强这孙子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，劈头盖脸就冲生产和质检狂飞。怎么会搞出这么多残次品？生产经理连眼皮都懒得抬。现场连夜复盘过，生产线工艺绝对没毛病。技术经理也跟着补刀，拆机化验过了，绝对是供应商用了劣质原材料，原本管5年的寿命直接缩短到半年。老板闻言，整张脸黑成了锅底。张强，马上把供应商给我提溜过来，砸锅卖铁也得让他们赔。张强瞬间像被戳破的皮球，他比谁都清楚那帮作坊是什么德行，慌慌张张滚出去摇人了。这时吴总大手一拍桌子，别扯那些没用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搞一批合格零件过去填坑，只要好零件一到，我们产线死磕1周就能发货。说到这，吴总猛地回头叮嘱我：新源这块你最熟，赶紧去给老供应商赔罪，看看能不能火速救场。本来我还想借机狠狠踩张强2脚，可看这要死人的架势，再不救火公司分分钟就得倒闭。于是我立刻冲出去给老供应商打电话，对方老板倒也爽快，救场可以，但加工费必须在原价上调10%。我瞥见张强在走廊上打电话，急得直打转，本想过去嘲讽2句，但想到这孙子已经凉透了，就懒得再费口水。随后我回到会议室，把涨价的条件摊给吴总，这事还得老板和您拍板，毕竟我现在只是个打杂的行政，伸手捞采购的活不太合适。产品经理在桌子底下给我这话竖了个大拇指，而吴总根本不搭理老板那便秘的表情。新源，这批救命单你全接手，就算下跪也得让供应商今天开机，合同咱们回头再补给他。话音刚落，我死死盯住老板，毕竟当初扒我衣服的是他，吴总说话算不算数还得看他。老板被我盯得老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绿，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：就照新源说的办。我痛快地应了一声，扭头出了会议室。我这头连轴转的抢单催产，会议室里已经炒成了一锅粥。产品经理满脸兴奋地跑来直播，毒瘤供应商老板跑来直接拍桌子：质量没毛病，1分钱1分货。你们给多少钱，老子就出什么货。律师翻出合同刚吓唬2句，岂料供应商老板直接耍流氓，大不了我明天就把皮包公司给注销了。全场高管瞬间被这波无赖操作震碎了3观，老板气得血压狂飙，差点没当场撅过去，接着对张强的脸狂喷了半小时。谁知供应商走前还来记绝商：张副总，以后那房贷你自己还去吧，老子不奉陪了。说完甩门就走，吴总当场掏出手机要报警，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绝不能放过。结果还是老板把吴总拦了下来，毕竟说到底煞笔就是他自己，要是没他一路开绿灯，哪来的这出好戏？最终结局就是张强把捞的脏钱吐了个干净，然后像条狗一样被扔出了公司。之后我熬了整整3个月，才将这烂摊子勉强收尾。客户那边要求赔2000万，再加上天价替换件和10%的溢价，公司全年血亏3000万，最后找了外部融资才勉强活下来。这天，产品经理晃晃悠悠溜进我办公室，新源副总终于是熬出头了，这回可是吴总硬把你推上去的。少来这套，担子可比以前重多了。你跟我还装蒜，生了就是生了，以后还得靠新源副总罩着小弟。我随口问了句张强的下场，他幸灾乐祸的直撇嘴：凉透了，这事儿在圈子里彻底传开了，哪家公司敢要这个瘟神？据说现在跑到外地打零工去了。这有啥惨的？脏钱是吐了，但好歹还白嫖了套房产首付。产品经理闻言一脸古怪：你居然还不知道供应商给张强那套房烂尾了。看来张强是真凉的透透了，但他也给公司带来了新的问题。当初救命钱是业内赫赫有名的瑞丰资本砸进来的，可资本毕竟不是做慈善，钱刚一到账，瑞丰合伙人顾林就带着专业审计团队空降公司，上来就查封了公司过去1年的所有账本。而老板这几天肉眼可见的垮了，以前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现在跟枯草一样。毕竟在资本大佬面前，一旦被坐实重大管理失职，他不仅要面对要命的对赌惩罚，甚至可能直接丢掉公司的控制权。这天周五快下班时，老板突然把我叫进他办公室，这屋子我太熟了，几个月前我还气得一把推开门，质问他凭啥连着10年不给我涨1毛钱工资。当时他连头都不抬，嚣张的把我扫地出门丢去行政部。可现在他亲自凑到门口，满脸堆笑给我倒茶，那副谄媚的嘴脸看得我直犯恶心。新源啊，这阵子辛苦你了，这次危机要不是你火速拉老供应商救场，公司早完犊子了。我根本不接茬，只是端着茶杯吹了吹，默默看他飙演技。老板见状凑过来压低嗓门：顾总那边查得太严，3000万的窟窿总得有人扛。其实我仔细盘算过了，张强确实有错，但吴总
总那边的销售合同也签得有问题，客户停产1天罚2000欧，人工费每台还得倒贴200欧，这纯粹是不平等条约。当初他要是不签这么变态的条款，咱们至于赔得裤衩都不剩吗？听到这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老狐狸是想拉吴总出来顶雷，把这3000万的黑锅死死扣在吴总头上。老板，吴总也是为了保住咱们海外的顶级大客户。我淡淡回敬了一句，那也不能拿公司的命去豪赌。老板猛地拔高嗓，眼里闪过一丝狠毒。新源现在是管后勤和供应链的副总，下周开董事会，只要你站我这边，一口咬定是销售端给了供应链变态的交付压力，我敢打包票，你的期权翻倍，10年没涨的工资，我连本带利全部给你。听完这话，我差点当场笑喷。这些年我累死累活没拿过1分黑钱，他倒好，在饭局上阴阳怪气，觉得我赖着不走是图回扣，现在死到临头，还想拿早该给我的东西来买我的底线。于是我对他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老板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下周董事会我绝对如实汇报。说完放下茶杯起身离开。不过下班后我并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钻进公司附近一家隐蔽茶馆，推开包厢门，吴总正黑着脸喝茶。当初是他硬生生把我推上副总宝座的，论交情和处境，我和他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他找你套话了。吴总放下茶杯看向我，我拉开椅子坐下。找了，给我画了个惊天大饼，承诺补发10年工资，条件是下周董事会让我咬死你签的海外合同有坑，要把你死死钉在耻辱柱上。放特么的连环屁，这孙子简直不要脸到家！吴总一拍桌子，站起身来。他要在高管会上力挺张强，夸人家1个月重组供应商，帮公司白减500万。因为这事儿我关起门跟他大吵了好几架，可他就只盯着那省下来的500万，铁了心要保人。现在出事儿还想拉老子去垫头。他现在是被逼到悬崖边了。我冷静跟吴总分析，瑞丰的顾林精得很，查账本能把底裤都能看穿。老板这是想赶在审计报告落地前从内部定调，把张强甩锅成偶发用人失误，再把你打成风控失败的头号罪人。这样他就成了被下属蒙骗的受害者。吴总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，所以咱们必须得掏点硬货出来。我敲了敲桌板，这时门外刚好响起敲门声，接着产品经理像个做贼的一样溜进来，怀里死死搂着个超厚的文件袋。自从我升了副总，这小子往我办公室跑得比谁都勤，天天嚷嚷着新源副总罩我。新源还有吴总，东西全弄到手了。产品经理抹了把冷汗，我随手翻了翻文件，心脏一阵狂飙。这些都是当初产品经理递交的质量报告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零件材质严重缩水，高压下寿命绝对撑不过半年，随时可能爆雷违约。最绝的是文件上赫然签着老板的大名，旁边还跟着他亲笔批的字：成本优先，严控预算，按张强方案执行。这时产品经理又凑上来，点了点另一沓物流单据。之前胡塞在红海干架，导致海上运费原地爆炸，物流老李被张强逼着瞎折腾，4、5天连个柜子都没抢到，最终只能走空运，硬生生将10万运费搞到50万。接着产品经理从中抽出一张单据，这有老李交上去的空运加急审批单，老板的签字同样一清二楚。这些铁证说明他不仅对张强的瞎搞一清二楚，还每一次翻车都亲自下场擦屁股。好小子，你他妈居然偷偷留了底！吴总激动的一巴掌拍在产品经理肩膀上。都是新源副总教得好，当初新源去行政部交接，怕以后背黑锅被反咬，反手就拿了份交接清单打印出来。产品经理苦笑一声，我这叫有样学样。当时老板被张强彻底洗脑，我心里清楚，只要产品质量爆雷，第一个拉出来祭天的绝对是我。索性把每次的质检报告全副印存起来。干得漂亮啊！我小心收好文件，再加上张强搞出雇佣童工丑闻时老板强压热搜的会议纪要，这回咱们非让他在董事会上输得连底裤都不剩。周一上午10点，公司会议室气氛压抑的像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，主位上的顾林面沉似水，老板坐在左边强装镇定，可脑门上密密麻麻的冷汗早把他出卖了。吴总坐在右边，眼观鼻鼻关心着，我则挨着吴总，手指一下下敲着桌子。这时顾林出声，打破死一般寂静。审计团队的尽调初步收尾，短短半年，各种低级违规和恶劣质量事故砸碎了海外核心客户2000万的索赔，算上紧急抢修，账面直接蒸发3000万。我需要管理层给个交代。老板清了清嗓子，果断开炮。顾总，这次风波确实是血淋淋的教训，核心责任全在上任采购经理张强身上。他瞒着公司疯狂吃回扣，甚至勾结供应商偷工减料。东窗事发后，我们立马让他把吃进去的脏钱吐了个干净，像扔死狗一样把他踹出了公司，这才勉强止损。老板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，眼神阴毒地扫向吴总。但从另一方面说，咱们前端销售风控也漏成了筛子。吴总是销售总
负责人当初跟欧洲签的合同里，停产损失和人工索赔简直苛刻到变态，这也直接导致放大了这次损失。依我看，吴总有负不可推卸的连带责任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瞬间冻成了冰窖，而老板眼巴巴地看着我，就等着我这个内鬼跳出来帮腔做事。于是我缓缓站起身，把手里的黑色文件夹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。顾总，关于这3000万，我有不同的看法。接着我声音猛地拔高，张强的贪婪无能不过是个幌子，真正把公司推下悬崖的是最高决策层从根子上的腐烂和极度贪婪。老板闻言脸刷的一下惨白，猛拍桌子指着我破口大骂：袁半义，你他妈疯了吗？敢在这满嘴喷粪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？叫我新源副总！我一声怒吼，彻底盖过了他。你少他妈拿张强的造谣来恶心我！你真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你指着鼻子骂，为了点死工资赖着不走的软柿子吗？这时顾凛饶有兴致地往椅背上一靠，让新源副总敞开了说，瑞丰只要真相。随即我翻开文件夹，抽出第一份复印件，推到顾凛眼皮底下。顾总，您细看，这是半年前产品部提交的质量预警报告，报告里明明白白写着零件违约风险极高，可咱们英明的老板是怎么批示的？成本优先，按张强方案执行。所以他根本不是被下属蒙骗，他是明知质量是一坨狗屎，还敢放话能凑合用就行。顾凛扫了一眼老板的亲笔签名，眉头死死拧在一起。老板瞬间吓破了胆，结结巴巴的疯狂狡辩：我那是为了降本增效，鬼知道张强找的破厂子能烂成那副德行。你会不知道？吴总一声冷笑，下场开撕，反手甩出几份邮件复印件。张强找的黑中介勾结野鸡校长雇童工进厂，而且干活还不给钱，导致欧洲总部立马砸来邮件，全面封杀。出了这么大的雷，是谁在会议室死死捂着盖子，对张强一句重话都不敢说，反倒把人事部张静拉出来挡枪祭天？我紧接着掏出牢里的空运天价单据，还有海运爆仓那次，就因为张强非要为了几毛钱折腾比价，最后走空运生生烧掉50万。这个只吃回扣不管死活的蠢货，老板居然在月度高管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夸上天，还号召全场高管跟着他好好学。我死盯着老板满头的大汗，你他妈骨子里就没在乎过什么合规质量？这3000万的惊天血亏，全是你为了抠那点500万的成本，为了填满你那瞎了眼的贪欲，亲手酿出来的惨剧，你才是差点把公司砍死的终极刽子手。此言一出，偌大的会议室里死寂一片，只剩下老板粗重的喘气声。他像条被扔上岸的死鱼，想张嘴反咬，却在铁证面前憋不出半个响屁。顾凛翻完所有材料，把材料重重拍在桌上，指着老板的鼻子破口大骂：非常精彩！作为实控人，你的每一次指挥都精准踩爆了商业合规的死线。瑞丰投的这靠谱模式和管理团队，可你不仅业务瞎眼，还在尽调期间妄图掩盖重大过失。老板闻言精神彻底崩溃，扑上去抓住顾凛的手：顾总，您听我解释，我还能救回来。顾凛一把推开他：别折腾了。身后的律师闪电般递上一份厚厚的协议，基于对赌协议的一票否决权以及重大经营过失问责条款，瑞丰资本要求立刻重组董事会。律师宣读了一串要命的法律条款，核心翻译过来就一句：老板必须掏出绝大部分股份来填补窟窿，同时他将被直接剥夺实际经营权，只留一点不能投票的分红权，当个空气一样的名誉董事长。你们做梦！公司是我亲手带大的。老板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不牵引，瑞丰立刻撤资，顺手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，死抠你这个法人的失职倒闭责任。到时候你不仅连个空壳公司都捞不着，还要背上千800万的个人死债。顾凛的眼神像在看一堆臭垃圾，要钱还是要命，自己挑。老板像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，瞬间老了10岁。他扭头死死盯着我和吴总，眼神怨毒，却又透着无尽的悔恨绝望。如果当初他能听进哪怕半句人话，如果没有为了抠点成本去重用张强，如果没有死抠那10年1毛不拔的工资，就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可商场上哪有这么多如果？在律师和顾凛杀人般的注视下，老板手抖得像得了帕金森，终于在那份剥夺大权的协议上签了字，笔尖划破纸张的刺啦声，听得我浑身每个毛孔都爽透了。随后顾凛满意的收起合同，瞬间切换成一副温和笑脸。剩下的交接破事还要多仰仗吴总和新源副总。我微微点了个头，顾总捧杀了，都是拿钱办事。之后的1个月，公司高层直接经历了大清洗，那个天天跋扈算计的前老板彻底人间蒸发。吴总正式走马上任 CEO， 而我除了稳坐副总宝座，更是将采购、物流、生产、行政一把抓。曾经张强做梦都想爬上去的副总，被我稳稳坐死。这天下午，阳光照进宽敞的副总办公室，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跟蚂蚁一样的车流。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，产品经理贼头贼脑地溜进来，
手里还端着2杯咖啡。哟，白总忙着呢，少在这给我装大尾巴狼，有屁快放！我顺手接过咖啡，笑骂了一句。产品经理摸头尬笑一声，我这是跑来跟您汇报点前线战况。以前老供应商的厂子我全重新过了一遍，价格全调回了正常水平，人家老板感动的差点没当场跪下。现在的质检通过率直接飙到 99.9%， 吴总那边跟欧洲客户的单子也稳住了，这样咱们年底绝对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算你干了件人事，敢再找那种草台班子的破铜烂铁，我特么半夜做梦都能被吓醒。我猛吸了一口咖啡，接着顺嘴提了一句：“那个张强最近凉透了没？”产品经理幸灾乐祸的咧开嘴：“还能有啥反转？听说他拿回扣买的那套烂尾楼直接断供爆雷了，银行不仅把房收了，还把这小子拉进了老赖黑名单。他之前在圈子里作孽太多，现在连个洗盘子的活都没人敢要，算是彻底烂大街了。”闻言，我转身靠在办公桌上，翻开刚签完字的年度涨薪名册，第1页最上方赫然写着我心源的大名。憋了10年没涨薪的窝囊气，如今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，直接捏死了这家公司的命脉。瑞丰投资那边也跟我保证只要今年利润达标，直接给管理层砸 10% 的期权池。照现在这疯狂爆单的架势，最多3年公司就能去敲钟上市。等到那天，我将手里的期权一套现，满打满算刚好5000万。我看着窗外亮得刺眼的阳光，嘴角终于勾起一抹彻底释然的冷笑。以前这帮孙子造谣叫我袁半亿，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恶心我，可用不了多久，这3个字就再也不是什么狗屁谣言了。我心源终于靠自己光明正大的挣到了属于我的纯度100%的半个小目标，袁半亿这个称号实至名归。